秒秒秒，我们是咪咪毛毛来闲聊。我是不是糖果的 Candice？我是 Alfie，我是 Peggy，最后 Fantastic Baby Fancy。今天我们主题是高雄大小事，要来聊聊我们对高雄的既定印象，或是交通方式跟自己的县市有什么不同等等的。那你们有要谁先讲吗？我先好了，好，因为我是住彰化的乡下地方，然后乡下就是那种乡间小路啊，就旁边都是田啊，然后路很小啊，偏窄的那种。然后我来高雄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路超大条，然后4线道、3线道啊，然后我就觉得哇，跟我那边真的很不一样。我自己这边桃园也是，可能我觉得我的那边也是乡下地方，所以桃园呢、桃园乡下，我的桃园乡下，但其实中立虽然说好像很繁荣，比较繁荣，但路也没有说多大，就没有像这里高雄三林区这么大。那个路真的，我那时候就真的觉得，哇，为什么这么宽？你们地是多多的那种感觉。因为高雄它还有分汽车专用跟机车专用，可是乡下的话就没有这样分，大家都骑在同一条路上。对。它会有那个禁行机车吗？有的会有，但比较少，就不像高雄是你机车就不能骑到汽车道那种，就它还有分道的。对。我们桃园好像比较像是，就是上面就是会贴禁行机车，所以虽然没有说分道，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出来机车就是在最外边。好，那请问两位，花莲跟台中代表？像我觉得花莲跟高雄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高雄的车或机车比较多，像花莲可能就路上只有少少的几台摩托车或汽车这样。可是我去花莲玩几次，我觉得花莲的路还是蛮大条的，就可能我在花莲的那个火车站那个地方，有火车站的地方应该算是市区吧，我觉得路还是蛮大条，就是没有像其他县市或者是我的台中有比较多高楼大厦的感觉，比较少高楼大厦就会显得好像视野比较宽广。为什么花莲都没有那么多建筑？他们是好山好水代表。我觉得花莲就是从小的印象感觉就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花莲有那个军事基地，就可能会有飞机还战斗机的问题，所以好像在我印象中都没有那个所谓什么1、20楼的那种高楼大厦，顶多可能就10楼以下，或者甚至最高就10楼。住宅那种也没有。我觉得可能有，可是之前有地震，可能倒了，就没有重建了。危险，好像很危险。对。可是花莲的那个土地面积不是也蛮大的，所以是每一个区都不能有高楼大厦嘛，就是还是只有是机场的那一区才比较少高楼大厦。我不知道当中我在花莲玩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高的，不然可能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地震吧，因为太高楼可能防震要做得很好，还是什么之类的，就不能偷工减料。对，偷工减料。可是桃园不是也有机场吗？桃园就有高楼大厦，而且桃园的土地面积比花莲还要小，是吗？没有你要到桃园机场的话，其实那边还蛮空旷的，就是旁边也都是像那种草皮，也不是草皮啦，就是都是很空旷的地，还没有很多住宅的那种。或是有住宅的话，就会是比较低的。这个我不确，可是我去的是高铁站离飞机场近吗？我自己也不确定，我没有去过机场啊，因为我没有出过国啊。骗人！真的啦，我没有出过国，所以我不知道，我其实没有看过机场。对不起哦。那你有路过吗？没有。好像有去过。谁带你接我吗？我妈从旅游回来吧，忘记了。可是我也没有，因为是晚上啊，所以我也没有看路边的大楼那么多之类的。去年我爸就载我妹去那个台北，经过桃园，然后
有经过桃园机场，那时候就觉得桃园那边机场真的很宽啊，很宽阔，很偏僻的意思。蛮偏的。那台中的路怎么样？有没有子弹扫那个子弹都在路上飞一样？超刻板印象。我觉得台中要看你是在哪一区，因为台中比较明确的分别就是海线跟山线，因为这两个地方我都算是，然后跟市区这三个地方我都算是都有住过，而且都住的蛮久的，我就可以很深的体会，觉得在山线的地方的路会比较小条，然后摩托车啊、机车啊在路上也都是比较乱停，也不一定会戴安全帽。山线跟海线的差别是什么？就是靠海跟靠山吗？对，哦，像海线就是我男朋友那边，比如说沙鹿、清水，也是比较常多人吵架的那个地方闹事的地方，对，或是市区也是。像以山线、以海线、沙鹿、清水来讲，它的路就会比较大条，就是会有砂石车，一次可以有4-5台砂石车在经过的那一种，很宽。对，那如果是市区的话，市区就会发现高楼大厦比较多。像我以前住的地方，可能就是25楼还是32楼，有点忘记。很高欸。对，而且是一个社区，等于说是我这一栋30几楼，可是我的那个社区有10几栋，10几栋都是30几。对，这么高吗？也太多了吧。对，所以就会还有那个撞球间啊、游泳池啊、社区里的图书馆啊，就这种。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些，对啊，很像台北，大型的那种社区。都是对，因为我每次那个去外婆家台北的时候，都会就是走那个高速公路嘛，然后慢慢接近台北的时候，就会旁边都是很高的那种住宅区，也是社区型的吗？感觉是可能就是2栋一模一样的这种，但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到你这么多栋的感觉，因为感觉你形容的蛮多栋的。对啊，那个社区很大就是10对，栋。我小的时候是住在北屯区，北屯区就是算台中的市区，我觉得市区的高楼大厦算蛮常见的，只是分新的大楼还是旧的大楼。如果不是大楼的话，公寓也蛮多的，公寓的话起码也是10楼到15楼之间。对。哇，台中不是最适合居住的，超赞的！我也觉得台中不错，台中很漂亮。欢迎你们3个以后搬来台中，考虑一下。那我要先考虑一下子弹的问题。我可能先买那防弹衣，还是我要自备家都要装反。我跟你们说，子弹问题除了在刚刚讲的海线，其实市区也蛮多的，尤其是因为市区就会有金钱豹，或者是百家乐，或者是更多的 KTV 啊、喝酒的地方啊、夜店啊、酒店、酒吧。对，那你是真的比较常出现那个枪声吗？什么意思？你有听过吗？我有听过。哦，真的、哦？对，几发？2发的样子，然后后来你就会听到一群人在那边叫嚣，然后就会棒球棍就开始在打，这样。好扯哦！对，这样确定台中真的是最适合可能很多住户，但是你自己那个安全环境安全要小心啊。对，那你有亲眼看过有人拿枪吗？对啊，没有。那你家人有人有吗？有人有什么？还是你有枪？有那个就犯法了吧？小号被抓了，就私下问一下。小号被抓还录音主持，这样我会不会聊自己县市聊太多啊？我们明明是要讲高雄的既定印象，那我们回来，高雄的既定印象是什么？你们对高雄的既定印象是什么？我自己对高雄的既定印象是很热，抢走我的，超热那种。因为彰化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天气，不像北部可能很冷，然后南部很热，这样彰化就是一个很舒服的温度。所以我来到高雄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每天都好热，我的四季如夏那样。那你干嘛来？请问？还是要脱离一下中部吧。
他讲很热，可是我也觉得很热可是我觉得中部像台中，因为台中跟彰化就在隔壁嘛，所以我也算同意他讲，就是中部的天气真的是很赞。真的吗？桃园也不错啊。一直在下雨吗？对啊，因为在讲真话。因为可能对北部印象就是北部都在下雨，可是中部的话就是怎么讲，它的四季很明显，就是冷就是冷，然后热就是热，那就很两极吧。可是它凉的时候很凉，就不会热到说不会像高雄，你热到你好像要穿薄长袖来防晒，或者是你好像要撑伞来防晒。可是，在台中真的不需要说你10点多、11点多就要撑伞去防晒，出门买午餐什么的。对，因为南部的太阳就是很刺，晒的是很刺的那种，可是彰化的中部的就是不会。哦，所以你在彰化就不会撑伞？对。哦，真的吗？真的。哦，就是中部的话，就是你擦防晒，或是你可能穿外套就可以出门了。可是高雄的太阳，就是你需要用伞来抵挡那个紫外线。前几天我有感受到，真的很刺，很不舒服，有点痛。还有像他刚刚讲的，在中部你出门的话，你是可以穿外套出门，因为风也够，然后你也可以适当的就是遮太阳什么的。可是，在高雄你穿外套防晒会变得是超级热，因为太阳真的是大到不行你穿外套想要穿外套防晒，但是你就会已经大爆汗、狂流汗这样。不想防了。没有，就会变撑伞。OK。那Peggy，你对高雄的既定印象是什么？我觉得也是温度吧，因为像花莲是不是也很凉爽？对，我也觉得会吗？可是花莲我觉得花莲就分凉跟不凉而已。那什么？什么？等一下我想一下。像观众不懂，观众问号。我之前暑假去花莲当半个花莲人，我觉得花莲的天气也是蛮舒服的。可你是寒假、暑假去对啊。花莲就也蛮常下雨的吧，我觉得。真的。我去的时候都没下雨，不知道所以我不太确定了。好啦，没关系。花莲人说是就是，是就花莲人代表。对呀。我已经对花莲印象薄弱了。太久没回去了。可是像我去花莲，好像2-3次都是在跨年的时候，有我觉得也蛮常下雨的。像我上次要去你们那边的夜市，超级扫兴，疯狂的下雨，可是夜市的人还是蛮多的，计程车又很难叫，下雨天的时候。可是你们不是自己开车去？自己开车，可是会想要边逛夜市边喝酒，就是边走边喝这样。真的假的？对啊。逛夜市不是都这样吗？原来是台啤这样吗？因为花莲的那个酷爆夜市很多那种像海产店啊、快炒店的，所以就很容易有那种直接喝的。我懂，在快炒店坐着喝啊，可是会边走边喝吗？因为那是夜市啊，那是夜市啊。我好像没有看过夜市里面很多快炒店，这个我懂。像我们上次去夜市的时候，就是去一间1人开的海产店，对，蛮贵的哦。我们两个，因为自己点自己的，2个人就大概2-3千，然后另外我朋友2个男生一起点，他们就点到3-4千，因为对，真的是看你自己点什么，你可能点鲍鱼，你可能点干贝，你可能都点那种就是比较高单价的东西，因为它就是海产店，所以也没办法，而且毕竟是在花莲，那个价位还是会在那边，所以我们在等餐的时候，朋友他们就会点生啤酒，直接那种1000cc 的生啤酒，这样就是拿着玻璃杯就在外面喝，边喝边等餐点这样。不是啊，那我的重点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懂，我知道坐在那里喝酒吃东西。我的意思是说，你拿着酒，然后边逛夜市边走的那一种，真的是有吗？
你们看过吗？我没看过。我们原本会这样，可是那一天大暴雨就没办法。哦，那天一手拿撑伞，一手拿酒，太累。对，那天因为教我3只手。对啊，还要牵手逛夜市吧？对啊，可是那天大下雨就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是原地就是站着喝完之后就逛其他地方。哦，对，那你们两个，因为你们两个有骑车嘛，对啊，有没有遇过什么？可能你觉得在这里才会遇到的，比较常遇到的交通交通？对，绝对。哦，我自己认为在高雄骑车会比较方便啊。像我上次就跟你们去梦时代嘛，然后我们就搭公车啊。我们因为可能到梦时代骑车，可能30分钟吗？或是40吗？我不知道你们啊，你们自己骑车？我忘记了，30-40吧，30-40吧。好，反正就是30-40。然后反正那天我们就决定要搭公车去。我之后搭了公车。绕了1个小时之后，我才发现我还在爱河。我那时候真的是气死了，我想说，为什么不直接骑车去就好？我绕1个小时，我在爱河逛我们那时候环境不一样，而且就当做看风景啊，是没错啦。好，对啊，以你骑车可能会觉得叉叉圈圈，可能就1个小时，然后我还在这附近，我就可以骑车20几分钟就可以到的东西。就是绕了1个小时，我还在爱河，我干嘛不直接骑车去，还比较快的这样？你就是被机车宠坏，不懂我们搭公车的那个苦。我觉得高雄公车也很容易迟到的那种，就像我平常搭公车，我有下载那个 app，然后可能像台北，因为我在台北也搭过，就觉得很准时的那种。就可能你 app 几点以后到，它可能就在。但高雄可能是会迟到，然后甚至是公车站牌也不会有一个时间，那个几分钟后到。对，或者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学校附近的公车站有点小荒芜嘛，就感觉很可怕，就感觉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搭公车。啊，可是我跟你想法不一样我觉得不知道因为可能我觉得我桃园那边我自己那边乡下，所以基本上公车很少，所以到这里之后我觉得公车好多，而且我觉得啦，我觉得公车蛮多啊，这里就有好几站，而且不同的路线，公车慢来20，我是没遇过这么久的，我觉得还好可是公车迟到也是一个我很不喜欢搭公车的原因，就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迟到。那如果他怎么讲？慢来。对，如果他慢来，或是他快来，那我还要抓准时间出门。我可能要更提早出门去等公车嘛。可是如果他迟到的话，我后面行程又会卡到。我觉得很不喜欢搭公车。我也不喜欢搭公车，但是我不喜欢搭公车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公车会迟到，是我会迟到，我就抓不准。你要改进，你要自己抓，我都抓不准公车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在搭公车的时候，大概是我国中、高中还在台中读书的时候，但有几次，因为那时候可能6点多就要搭车，可是我都会剩下5分钟的时候，我才会走到站牌那个地方。我就觉得为什么5分钟不够？不够他只是说大概5分钟，它车速可能是很快，你可能红绿灯，我就会觉得那个 app 显示的那个时间很难抓。我觉得这样到底是他会迟到还是我会迟到？而且我是来高雄我才学会搭高雄公车，因为在彰化乡下很少公车，所以我们去哪里都是骑机车或者开车，根本就不会搭公车出门这样。所以我来高雄才学会搭公车。哇，你真的很猛可是我不一样，我是原本在台中就会搭公车，可是我来高雄是完全不搭，是因为它有分红色、绿色，反正就有不同颜色的公车。对，但是台中的话，你就是你要搭那个，你就是那个号码。比如说高雄就有什么红35、红36，然后就一样看数字啊，对，数字啊。可是那个红，可是它还有黄蓝那个是那样就是也是车子的号码编号啊。会有黄36、红36吗？有红不知道。没有。对啊，只有红。对红36，我们只听过红36啦。可能这附近只有红。可是像如果台中他们就可能直接数字没有颜色。对。那
那我觉得可能高雄多一个那个颜色，只是路线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高雄可能跑的公车路线比较多吧，要用那个来分吧。就会搞混他们。所以有红35，那有35吗？所以对于都要我台中怎么找，所以对于我台中人来讲，我就觉得那个红黄蓝那个到底在干嘛？哦好麻烦，我就完全一点都不想学。要不然你搞混是不是？对 ，OK。我真的在大一的时候，我有下载试图要来搭公车，然后我就打开那 app， 我想说什么意思？红色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马上把 app 删除了。太快了吧！而且我大一搭公车的时候都是靠你们根本就是公车达人。我大二有学会自己搭。我觉得有一个技巧就是你不要看它，就是它 app 显示的时间，那个你就是当做参考。对啊，我也你就是你要抓的时间是它一发车的那个时间，所以你要直接从发车的时间算到你这到站的时间大概觉得是多久，就直接去，不一定要看那个时间啊，因为那个真的没有很久，而且不一定都是一班来，还有可能又突然多了一班，或是就不知道怎样。对，我学会啦。算了。我在台中真的是这样，就比如他发车的地点到我家这边可能是要20分钟，我就会开始抓，跟他说那我剩下5分钟，我再从我家门口锁门走出去。你为什么？所以就常常他在前面那个红绿灯等，我就就是那一台，我就觉得超爽的。这样很危险，你就是死不提早出门，想要抓紧每分每秒。提早出门会怎么样吗？要热死啊！时间要算得刚刚好。可是如果你出门然后看到那台公车，可是它刚好过了，这样你心情很糟吧？不会，我就会举手，他就知道我要打，他就停在原地让我等我过马路上。你这样司机不会生气啊？台中司机这么好，对啊，不要枪拿出来。我觉得要看什么司机，因为我比较常搭公车的时候，就是在我高中那时候早上5、6点的那种公车，所以他一定会等我。而且加上我每次上车，我就会跟他聊天。所以司机你混熟了，司机原谅你了啦。对。我会跟他讲说，司机今天是你哦，你昨天休息耶，这样我就会跟他聊天。难怪他愿意等你。真的，司机，那你以后直接打电话啊。司机，我到了，妹妹，我到了。简讯说，我快要到了，要赶快出门。怎样载男友还是怎样？男友来载。还有什么？你们骑机车应该遇到比较多不同的交通状况吧？有一点是我觉得一样的。对，跟彰化一样，对，就是不打方向灯。因为有一些阿公阿嬷骑车真的不打方向灯，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左转或右转，所以我都会尽量离那些阿公阿嬷远一点。保护自己，对，保护自己也保护，对，保护他人。对，这点我是觉得跟彰化是一样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一点在哪里都一样，应该老人都一样。像可能我就不会，可能我在台中或是。在台中或在这边遇到，如果是老人家他不打方向灯，我就会比较容易原谅他们，就不会很生气。可是如果是年轻人不打方向灯，我就会干掉他。真的假的？对，年轻人不打方向灯真的会蛮生气，就是你为什么不打？你是年轻人，你为什么不打？你转弯为什么不告诉人家后面？可是老人家不打的话，你就会比较容易原谅他，你就觉得。好啦，可能在他们以前学习骑摩托车的时候，就是没有方向灯。而且没有方向灯，可能有些老人是没有驾照的。对啊，他们就是从小骑，可是学会就骑啦。我觉得也不能这样合理化他们啊，因为现在其实就是老人都要重新再鉴定你到底是能不能骑车或是开车，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无照驾驶，或是你已经对，或你已经不能骑，就不要。危险上拍到其他人，早上还是打一下方向灯，好不好？阿妈、阿公。那我们现在讲完交通方面的话，换一个好了。我觉得我想一下，饮食饮食有很大不同，就是锅烧好多对，高雄的锅烧真的很多，你一条路上。随便都有5、6间锅烧。其实我在花莲没有看过什么是锅烧，我来高雄才第一次见到锅烧这个食物。真假？好酷、哦！你也OK， 我觉得太多了，多到就是每一间
就算可能连寿司店、拉面店都会有一个基本的锅烧，就是你看怎么出现在这里，它怎么出现在这里？早餐店有锅烧，然后寿司店，然后什么店就都会加一个锅烧，就蛮特别的啦。我来高雄才知道锅烧是南部人的早餐。可是我不懂吃锅烧是在吃什么里面不是就都是火锅料吗？那为什么所以会吃锅烧的人就表示他们很爱吃火锅料，所以他们才会选择这一餐我要吃锅烧吗？我觉得它很像泡面，只是换了一个面体。就泡面你可以加很多料、很多菜，只是面可以换成不一样的东西，就让人家觉得可能不会一周这么不健康吃泡面。我自己觉得啊，这样会不会变成是高雄人很爱吃火锅料？哇，你这句话刻板印象，所以高雄很多锅烧，应该是南部都蛮多的吧？可是会不会有可能他们吃锅烧是吃汤头嘛？汤头有的不一样味道。有一个有什么最强的锅烧店吗？好像是不是锅烧店大同小异？就有好吃的，有不好吃，但是那好吃不会说到超级好吃，因为它就是那样，锅烧就是那样。对，所以还蛮酷的。希望有高雄人可以解答为什么吃了这么多锅烧，以及说一下哪一间锅烧最好吃。对，可以那个下面留言哦，可以推荐一下哦。对，再来还有那个，我觉得有点受不了是这里的酱油哦，这里的酱油真的是很不一样，因为像我们不是南部人，我们吃的酱油都是咸的。我们都是来高雄的时候才吃过甜的酱油，那时候觉得很没有办法接受酱油是甜的可是像如果南部人去中部北部好，他们一定也不习惯酱油是咸的。对，然后甜的很死甜的那种感觉，很就不习惯了，对啊就太习惯了。桃园的酱油膏也是咸的，彰化的也是咸的。对啊，像我自己都会从我家那边带酱油膏下来，超浮夸。像我昨天就去买晚餐，我就要加他那边有酱油跟酱油膏，可是那个酱油膏看得出来它是甜的，我就看到一群大学生在那里挤酱油膏，我想说他们应该真的是南部人，很习惯。搞不好有些人北部人下来是超喜欢吃那个甜的，为什么？可是他们北部不是都习惯吃咸的吗？可能就是有另外啊，还是他们可能就被同化。对，口味就一样了。那北部有甜的吗？应该有吧，多少店家还是会有吧。我没遇过，我个人没有遇过了。个人在彰化还是没遇过甜的。个人在台中有遇过吗？我有真的甜到。我觉得来一点比较困扰的是，你吃面店的时候吃到最后，你本来是吃咸的，就吃到后面会变吃甜的。对，你就会不知道那个就是你一开始吃还是咸的，但吃到最后你会觉得怎么越来越甜，越吃越甜的感觉。对，但里面你就没有另外加什么调味料，这样表示他们的酱油会回甘呢。但那太回甘了吧？但是到最后会有一个甜的味道跑出来耶。有一次我爸妈他们从台中来高雄，就吃东西，吃任何面店啊、烫青菜啊什么的，都是甜的。我妈气到打电话来跟我讲说，为什么高雄的东西都这么的甜？但是比我旁边的那一杯红茶冰还要甜，甜死我了。你说气到打给你？对，他气到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说，你打来干嘛？我说我就是要跟你讲这个东西。可连菜吗？连菜都甜的因为地瓜叶它上面一定会再挤酱油膏。哦，酱油膏哦。我之前有看到那个，就是为什么南部都偏甜，像可能最开始举例是台南啦。就是那时候有可能有个 YouTube 的频道，就有访问到，就问一个台南人为什么你们食物都是甜的这样，他就回答说以前因为好像就类似那是糖厂吗？对，我之前有说过，好像有，我不知道是不是附近都是糖厂，还是说那时候有糖就是一个有钱的象征。对，
所以每个人吃饭的时候加点糖，加点糖就让别人觉得你很有钱。所以你喝全糖就在以前就表示我是很有钱的人，我才有很多糖可以吃可以喝，就是类似这样。听说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啦？是正确的。OK， 那我们就有学到知识。好烂哦，这个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些不习惯、好像不喜欢的东西，我们要换一下。我们是感觉我们好像都在讲高雄的不好，高雄的缺点，但是我觉得在学校这个校区附近，我觉得很多间饮料店很多选择，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在学校附近所以才这样，但是真的想象在台中就是家里附近也没有那么多一次那么多饮料店可以选择。那你可以今天喝这家，明天喝下一家，后天再喝下一家，然后分析就会念你喝太多了，因为他都喝无糖绿。Oh my god！ 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哇，高雄好棒？公园很多算吗？你又不常去。以前会觉得高雄的东西，南部的东西是不是会比较便宜？可是发现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便宜，还是怎么样？所以会有一点想不到高雄的好的地方。这样子，让高雄人你看又很热，交通又很乱。有啦，我觉得物价真的有比较便宜啦。可是那是对你北部来说，可能中部就有点无感，对，也差不多。对花莲来说也算是便宜。花莲很贵吗？花莲物价还蛮高的啊，真的。可是对彰化来说，高雄可能贵一点点这样啊，真的哦。对啊，还是因为分地区的不同，应该也没那么那个吧，物价差很多。目前除了校区附近的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选择很多之外，好像还没有真的感受到，高雄好棒，高雄特别不错的地方。特别，对不起，在这里道歉。以上就是我们在高雄待3年所得到的感想，一些心得。那如果你们有同意我们的地方，或者是有更多的想法，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OK，拜。